美联储突然宣布不降息了，之前投资赚得越多，还到处炫耀的人，那么他们的下场可能比破产还要严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个警告，但这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呼吁大家手持现金。为什么？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你随便的去看一下，比如说房价，看涨房价的人呢，就会告诉你，今年降息的话，房价就会起飞，涨得更疯狂了。你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起了。然后那些唱衰房价的人呢，他们就会说啊，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少子化了，没有人愿意当房奴了，房市的基本面已经改变了。所以后续的房价呢就会暴跌，但是他们还会补一句话，除非这美联储降息吧。也就是说，美国从去年就拉爆了无数人降息的期望，大家都在意淫，只要24年年底降息，比如说我借钱买房的成本就会变低了，所以就会多了很多人出来借钱买房或者是投资，然后资产的价格就会无脑暴涨，暴涨了以后呢，大家就会有钱出来花。而大家都愿意花钱的时候呢，又可以回到那个无脑赚钱的年代了。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欠了最多钱的日本，居然主动的学美国升息了。就是我欠了你很多钱，虽然说我还不起，但没关系，我主动多还你一点利息。然后过了几天呢，完全没有债务问题的瑞士呢，居然宣布降息了，就是我没欠你钱的。你也别借我钱，因为你借钱给我呢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不会还你利息的。而最恶心的是，这两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就在前段时间，美联储的代言人果然就出来说啊，今年可能不降息了。之前还说很有机会降息的代言人呢，现在态度转得比火箭还要快。那么你思考一下，一旦不降息，所有人的预期呢将会落空。那么这几年大家以为自己挺过去的是经济萧条，但是最后才发现这原来只是经济衰退的过程而已。也就是说，经济还没有见底，最坏的情况呢还没有出现。因为你会发现，原来印尼啊、泰国啊、埃及啊、土耳其还有南非洲无数的国家，他们的资产都已经被同步做空了。比如说埃及那边的人呢，都抢着把自己国家的货币都换成美元了。那么下一个是谁呢？台湾还是香港呢？如果像97年一样，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来的话，那么金融危机可能只是刚开始。但别急啊，美联储讲的话呢，我们从来就不怎么信，不是吗？真正影响我们投资人布局的是，我们要看到美国背后的资本家他们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看他们的代言人说了什么。只要我们能够看透目前的局势和趋势，知道在最好和最坏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赚钱就好了。我管他说了什么，对吧？还有我们4个月前买入的美股、黄金、比特币，现在都已经涨了那么多了，还可以去买吗？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个世纪最大的陷阱，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经济复苏的暴富趋势，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是没有任何执行力的，那么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因为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可以随时的跟着来做。好了，首先美国的经济呢就好像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什么意思呢？还记得20年的疫情吗？当时的特朗普呢就打着给老百姓发钱的名义，开动这个印钞机，不断的印钱，不断的放水。那么你听过印钱，但是印出来的这钱呢，能到你的手上吗？这个钱呢，会先以很低的利息借给银行，然后银行就会以高一点，但依然很低的利息呢，借给美国背后的资本家。所以这个时候，资本家手上呢就有很多钱了。那既然已经放了这么多水了，总应该收一下水吧？不够。拜登上台之后呢，继续的印钱，继续的把钱送到资本家手上。但大家都身同感受了，这钱印多了就会通胀，你手上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呢就会变少，就会贬值嘛。但是美联储前任和现任的主席呢，就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不会的，美国不会发生大通胀的。结果21年的时候呢，通胀真的起飞了，但是他们却还是异口同声的告诉你，这只是暂时的，没关系的。然后呢，就继续印钱和送钱给资本家。但是这样不断的印钱呢，虽然说资本家手上无中生有了多了很多的筹码，但是这个钱长期下来呢，就会不断的贬值，变得不值钱。到那个时候呢，你有再多的钱呢，但人家都不收你的美元，那也是没用的。
所以必须要透过升息来减轻贬值的这个情况。结果刚好22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俄乌战争，美联储的代言人呢就冲了出来，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说是时候要升息了。然后呢，就1个月升一次利息，但是同时呢，却还在不断印钱。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呢，就是剪羊毛。详细的可以看前几期的影片。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全世界的钱都流进去美国，全世界的资产呢都会打了个骨折价贱卖，同时美元直接瞬间的拉爆升值。比如说以前1块地卖1个亿的，现在只卖5000万。同时呢，以前1个亿的美元呢，现在可以当2个亿来用了，相当于以前只能买1块地，现在就能够买4块了。所以美国的资本家呢，手上不但有大量的现金，同时这些现金呢都是升值的，然后他们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抄底全世界暴跌的资产。所以你会发现后面大量的美元呢又流入到全世界了，尤其是日本的资产，无论是这个股市还是房市都在不断的暴涨，其实就是美国的资本家完成了抄底了。这些国家的公司和地呢都在他们手上的时候呢，就等同于他们统治着那个地方。你想一下嘛，你上班的钱呢要给老板，下班租房的钱呢要给房东，而老板和房东呢都是同一群人，就是美国的资本家。那么你不断的工作，是不是就要供养这群人呢？但别怕，因为这个剪羊毛呢是有副作用的，就好像一辆飞机，你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呢，你还在高速的飞行，但是你却又降落了，那么就会有2种结果。第一种呢就叫做软着陆，就好像跟我们平常坐飞机一样的，这飞机呢会提前先减速，然后慢慢的降落。当飞机碰到这个地面的时候呢，产生的碰撞是软软的，这种软着陆呢就不会弄坏整辆飞机。简单来说，美国剪羊毛之后呢，经济起飞了，钱却变得不值钱了。但如果美国有办法可以让经济慢慢的降落到一个舒服的位置，这样呢就不会出现大型的通缩和失业，也不会伤到美国的根基。这个当然就是美国最想要看到的情况，就是剪羊毛之后呢，整个国家还平安无事的。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第2种结果，就是硬着陆，就好像飞机的那个轮子坏了，但却需要紧急降落，所以降落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撞击。简单来说呢，美国如果不能阻止美元贬值，同时他们资产的泡沫却一瞬间被刺破了，瞬间的暴跌崩盘了，美国反而会被其他国家洗劫的。因为美元贬值了，美国的资产也暴跌了，这个就是美国最不想要看到的。所以这个世界对美国最重要的，会影响美国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其实就3样东西：石油、黄金和货品。因为这些呢都是跟美元挂钩了。比如说今天你想要买卖石油、黄金，或者是跟世界做贸易买卖货品，基本上呢都是要先把你这个国家的钱兑换成美元，然后才能用这美元跟其他的国家进行买卖了。而这3样东西如果涨价了，美元就会贬值，变得不值钱，甚至崩盘了。所以精彩的来了，俄乌战争在我们商人和投资人的眼里呢，不是为了战争。大家都知道2国军事实力差距还是蛮大的，按道理来说呢，应该很快就会打完的，结果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为什么？你会发现石油过去10几年都是维持在平均30-40块美元左右，而俄乌战争之后呢，石油就暴涨到120甚至130美金。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是石油3大产油国之一，它不给你供应石油，所以石油就涨了3倍。大家愿意用3倍的美元去换1桶石油，其实就等同于美元贬值了3倍。那么你可能会问，全世界用石油最多的就是中国啊，那么石油的价格暴涨了，中国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的。那么我自己呢，亲自去了趟中国内地考察，我发现内地街上全都是电车，而且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的。这车呢好不好我就不评论了，至少我自己还是喜欢油车的。但是这电车在内地呢已经是很普及的了。而过去为什么中国会用这么多的石油啊？就是中国有65%的石油都是花在油车上的，其他的就是用在工业上。那现在中国不用油车，改用电车了，甚至转型不怎么搞工业的时候呢，所以石油价格的暴涨呢，反而对中国的损失是不太大的。然后就是黄金，黄金就是美元的替代品嘛，黄金涨，美元就会跌。如果要让美元贬值，就必须要推高黄金的价格。所以中国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呢，
现在都宁愿用1倍以上的美元去兑换1盎司黄金。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年就教大家买黄金的原因。当时我还被无数的酸民攻击，说这个黄金没有价值。结果黄金去年呢就涨了13%，今年到现在呢就涨了17%。这些呢都是有影片为证的，不能造假的。我想要说的是，无论是我买的美股、黄金、比特币等等的一切呢，只要我们能看到图表，我们就能找到供应和需求的蛛丝马迹。而这些呢，就是影响价格上涨和下跌的真正推动力，而不是什么基本面啊、财报啊、时事之类的。因为就算一家公司今年的业绩很好，就算黄金有好消息，它都可以是瞬间崩盘的。很简单，大户利用好消息出货嘛，然后你去接盘买入就被套牢了。所以市场呢是有规律的，因为人性是永远不变的。我们交易呢是没有新鲜事，也不可能有新鲜事的。我们能够抓住到上涨和下跌的趋势，是因为以前发生过，以后也会再发生的。我们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市场真正完美的趋势，不需要先入为主，做预测性的买入的。而时机呢，就是一切在恰当的时候买进，在适当的时候卖出就好了。而且我们交易呢，不是每天要做的事情来的。那些认为随时都要交易的人呢，都会忽略了一个条件，就是做交易都是需要理由的，而且是客观的理由的。所以你的愿望呢，如果只是说每个月额外赚多2-3倍的薪水，不会说你下班了以后就要马上换这个便利店的衣服，去餐厅做侍应，因为这些呢不是在赚钱，只是在卖血而已，而是说从今天开始选择一个在股票、比特币、黄金里面有结果的师傅，真正学习他的方法，然后一转身拿过来为自己所用。所以现在你可以选择用你的时间，完全免费的，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然后在全世界呢，出口最多的就是中国了。中国在国际上卖的货品呢，以前都是用美元来交易的，但是中国很早就搞了个人民币国际化，现在要买中国的货品呢，就要用人民币来结算。我还专门的去搜了一下数据啊，在去年23年呢，中国的货呢已经有48%左右是用这个人民币来做交易的，用美元交易的中国货呢只有47%左右了。所以当大家都宁愿不要美元，要石油、黄金、人民币的时候呢，美元霸权的泡沫是不是随时就会爆破呢？没那么简单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谁控制了中东，谁就控制了石油。你会发现油价涨了，中东呢居然增加了石油的产量，那么石油的供应变多了，价格自然就涨不上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石油后面呢就从$130跌到了最低$64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教大家买卖石油期货的原因了。所以石油的价格呢暂时就被压下来了。然后就是中国出口的货品，那很简单啊，以前中国生产的那些鞋子啊、家具啊，不是很便宜，质量也很好吗？现在美国资本家就直接扶持了越南、印度和东南亚的国家，把钱投进去给他们，让他们来代替中国生产，然后做空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同时也做空香港，让中国无法对外融资，同时不让1毛钱流进去中国，让美国的资本家撤资中国。你可以看到巴菲特也卖了比亚迪，壳牌、黑石、先锋，无数的企业都不干了，直接撤资中国。全世界呢，好像只有中国和香港的股市跌到现在还没有跌完，反而那些发展速度没那么快的印度啊、韩国啊、日本啊，甚至泰国的股市都已经飞上天去了。为什么呢？因为 ABC Anywhere but China， 美国的资本家说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唯独这中国不可以。还有什么加中国关税啊等等的，详细可以看前2集的影片。总之呢，结果就是人民币现在还不断的贬值，中国出口的货品价格呢也涨不起来。那么黄金的价格怎么压下来呢？还有一句话叫做谁控制了瑞士，谁就控制了黄金。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全世界70%的黄金产量呢都是在瑞士的，全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呢叫做苏黎世黄金交易市场，也是在瑞士的。所以为什么瑞士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的货币也要纳入美元指数里面呢？而且还长期不变呢？你可以看到瑞士僵尸之后呢，之前我们买入以后暴涨的黄金，现在在高位停止上涨了。为什么？
因为让美元软着陆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找到其他的国家去垫底。今天如果美元降息和印钱，那么美元就会瞬间的变得不值钱，然后贬值。那如果我美国先把大家拉下水，让你们的货币都先贬值了，而各位汇率是相对的，今天你们的货币贬值了，就是我们美元升值了，你们变差了，我自然就是最好的。所以你看到美元指数有6种货币组成的，当日本升息了之后呢，日元是不是贬值了？瑞士降息之后呢，瑞士法郎是不是也贬值了？也就是说，美元指数里面的2个国家，日本和瑞士，他们的货币都已经贬值了，美元不需要升息，都自然升值了。然后这个加拿大、英国、瑞典现在都说马上是要降息了，一旦降息呢，他们都会贬值了。而最重要的欧元，之前一直死扛着不降息，最近却松口准备降息了。那么美元指数里面，如果6个国家的货币全都贬值的时候呢，美元指数是不是自然就会升值啊？那么到时候呢，美国说我也要降息了，我也要印钱的时候呢，美元贬值的速度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了？因为早就有其他的国家在前面垫底了，别人先贬值了，导致我美元先升值了。当我美元需要贬值的时候呢，我虽然是降下来了，但是维持住了，没有崩盘了。所以最近埃及的货币是不是贬值的不行了？说句不好听的，这也是垫底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美国可以软着陆。所以我们投资布局呢就非常简单了。我自己在前段时间呢已经卖掉很多暴涨的美股了，把美股套现转换成美元了，然后用这些美元在黄金突破2064美元左右去买入，这些呢都是有影片为证的。然后其实我已经在4月12号当天就已经卖出大部分我黄金的持仓了。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黄金不是刚进入牛市吗？好不容易等到全世界都快要降息了，黄金就要升值了，为什么你这么快就把它给卖了？很简单啊，首先你会发现，当黄金涨到2427块左右的时候呢，也就是日本宣布升息，瑞士宣布降息没多久呢，黄金就涨不上去了，甚至出现一个类似于逃生信号的警告。它在我卖出当天呢，突然出现一个大阴 K， 而且是有一条很长的上影线了。听不懂没关系，简单来说呢，就是黄金的价格在那一天开盘的时候呢，开盘价本来是2375块美元，然后突然间就暴涨到2427美元，结果呢，很快就瞬间的跌下来了。在那一天收盘的时候呢，黄金的价格跌到了2345块，而且是伴随着巨大的成交量的，这很大可能就是大户高位出货的信号了。什么意思呢？黄金的价格上涨是因为买入黄金的人比卖出黄金的人多，所以才会上涨，对吧？那么黄金的这一天价格本来是暴涨的，也就是买黄金的人远远超过于卖黄金的人的，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呢，黄金的价格突然翻转下跌了，卖黄金的人突然间远超过买黄金的人了，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多。你可以看到12号那天的成交量比前段时间任何一天的成交量都要多的，所以如果你在当天最高点买入的话，你在当天收盘之前卖的话，你当天就会亏了4%了。也就是说有非常大的机会，很多人像我一样在底部买入了黄金，然后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赚了接近20%的回报。而在12号当天呢，黄金的价格突然飙升，那么我们这群人可能就会获利离场了，因为有这么大的成交量，我无法判断到底是散户出货还是说大户出货。总之呢，都不是什么好的信号的时候呢，那我就不愿意去冒险，所以就卖掉大部分黄金的期货和 ETF， 然后把钱一转身去做美元外汇，甚至说我宁愿现在持有美元，因为很简单，美元现在有条件暂时不降息了，甚至还有可能升息了，或者会让其他的国家降息，从而推高美元指数。那么我就相信短时间内黄金反而会走弱，美元反而会走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后续呢，就算黄金的价格又涨回来了，但是每一次只要涨到24000美元左右呢，就掉头下跌了。也就是说，这个24000已经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压力位，它上升的趋势呢暂时被打断了，只能在高位调整整固。至于还能不能涨上去呢，我不需要去赌了，只要它能够突破这个24000，我就可以再把它买回来嘛，然后在下面23000左右设定好止损。
但是目前这一刻，我更需要的不是赚更多的钱，而是保住我前面赚到的利润。大家可能只是觉得我只是赚了17%左右，其实不是的，因为我加了杠杆，所以我现在利润已经不低了。如果它一直冲不过这个压力位，那么我不但输了时间，它甚至有机会掉头暴跌的，那我就不需要去搏了。就好像上周日的影片，我自己已经卖掉很大部分的英伟达了，因为它已经出现了改变趋势的警告信号，有可能掉头下跌了。结果呢，就是这周突然暴跌了22%了。所以在任何交易里面呢，最重要的不是买入的时机，而是如何在最安全的位置卖出我们的资产，获利离场。大部分的人亏钱呢，并不是因为买错了资产，因为资产不是上涨就是下跌嘛，而是说他们买入以后，该赚钱获利的时候呢，不愿意也不知道应该去走的，导致了最后不但把赚回来的钱亏光了，最后呢甚至要赔钱。有的人还不认错，继续的加仓，投资更多进去，然后呢就越亏越多，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看见一个危险信号的时候呢，我不会跟它争执的，我会先躲开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以后呢，如果一切看起来还不错，有一个重新的买入机会了，那么我还会再买回来的。记着，如果我们沿着铁轨往前走，然后突然间看见一辆火车快速的向我们冲过来，难道你不是应该立马跳下铁轨，让火车先开过去吗？难道你要愚蠢的站在那里原地不动吗？只要这火车走了，只要我愿意，我还是能再回到这个铁轨上面啊。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股票、比特币、黄金等等的暴赚机会，你必须要学会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跌的趋势上面最低风险的经常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是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钱的话呢，也只是亏1块。但是很多人说啊，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我的课程，来我们结个缘。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所以比特币也是一样的，我在3月5号的那天呢，其实我已经卖掉一半的比特币了，原因跟刚才差不多，就是出现大户出货的信号，在当天呢出现一个大的阴 K， 比特币的价格呢高开低走，代表从买的人比卖的人多变成卖的人比买的人多。那么在牛市出现这种情况呢，尤其是伴随着下面史无前例的大成交量，就可能暗示这一天就是大户出货的第一天。所以我从比特币的价格突破4万5左右的时候呢就买入，1-2个月就涨到了6万8左右，我已经有超过50%的利润，这些呢都是有影片为证的。那么我就不贪心了，也卖出一半左右的比特币，而另外一半呢，我大概也在后面7万左右也止盈了，原因也不解释了。如果你有看到股票投资班就会知道，大概也就是出现了逃生的信号了。好了，简单来说，如果你之前没有买入黄金、比特币，那么现在绝对就不是买入的时机了。我自己宁愿目前在这一刻选择持有美元，看涨美元，也不会选择在高位动荡的时候去进场。因为你可以看到，无论是黄金和比特币，都是在横盘发展和下跌调整啊。那么我们只需要等到它下一次爆出一个方向，等到它突破新的压力位的时候呢，等到它有追加买入时机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再一次的进场买入。这一刻我自己反而跟4个月前的我不一样了，我宁愿持有美元，持有现金，把利润呢落袋为安，等到美联储真的降息再去布局也不晚的。因为一旦趋势真的改变了，你去接盘了，那么后果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当然美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着陆，甚至说直接引爆全球的金融危机，抱着大家一起死。比如说最近伊朗跟以色列发生冲突了，石油又飙升了，通胀又变严重了，美国绝对有条件说啊，现在不降息了，甚至反而再升息了，那怎么办呢？又有什么资产可以自保，甚至在危机里面赚的比平常多呢？只能下一集细讲了。所以你预期下一期的影片呢，将会是非常丰富，因为是重中之重。
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